李长寿见状，心底微微一叹，主动后退了半步。一直闭着双眼的太乙真人会意，缓缓睁开双眼，目中金光闪烁，红袍鼓荡。他面露恍然，声音虽小，像是喃喃自语：差点忘了，圣人老爷也分强弱。你看看，这什么是境界？这就叫做境界。一句话说中不中，说的也是实话。从字面意思上来看呢，就是在阐述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。可是此时此地此情此景，那略带恍然的口吻说出了圣人也分强弱这个事实。在阴阳怪气这件事上，太乙从来都不会让人失望。李长寿都是不由赞叹，阴阳话术之道，洪荒当推太乙真人，术业有专攻。我这个天庭普通权臣，也就讲道理摆事实，会一点点诡辩话术，为今日之事做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贡献。太乙真人虽然此前开团过于生猛，但是在己方来了强援，已经占据主动之后，只是恰到好处的一句阴阳之语，就让整个局面产生了根本变化。准提圣人骑虎难下，不得不站出来应对通天教主的发难。你看看，这就是洪荒语言大艺术家的魅力呀！这就是阐教2代弟子的真实实力。以后还是让灵珠子多在天庭待着吧，要不然也要叮嘱灵珠子，尽量减少跟他师父太乙真人单独外出的次数。这孩子的轮回，8成是要应在他师父这抹了过期的蜜的嘴上了。李长寿现在终于信了，生灵的嘴确实是能够把人气得吐血。看此时，西方教圣人的法相暂时看不出喜怒，但是西方教的众门人弟子一个个是面色涨红，偏偏这事儿呢还无法反驳。通天教主眯眼轻笑，淡然道：你若不愿，让你师兄来吧。长叹声中，轮回塔处的圣人法相渐渐消散，漫天云雾迅速消退。那一座360层高的宝塔闪耀出微弱的光辉，与天道的关联完全被斩断。一名老道盘坐在祥云上，自塔顶缓缓飞出，面容枯瘦，目光暗淡，无波无澜。老道答曰：既如此，天外一行。通天眉头一挑，手中青平剑向前掷出，落在云霄仙子的面前，而后长身而起，与那老道模样的准提圣人四目相对。大道紧绷，天地牺牲。此地乾坤宛若凝固，在场各位圣人弟子都感觉到了自身的大道在轻颤。宛若原本郁郁葱葱的密林之中，突然出现了2颗遮天蔽日的参天巨木。准提圣人留下半声冷哼，通天教主留下了少许轻笑声。正当李长寿怀疑圣人的较量这就结束了，2位圣人身形一闪，诡异的消失不见，毫无气息留下，也无半分波动留存，他们的身形就宛若从未在此地出现过。下一瞬，大道震颤，天地震荡，血海几乎被整个掀飞，地府不知有多少幽魂被震碎作真灵。在此地的众圣人弟子一个个面色苍白，修为稍弱者直接低头吐血。此地所有人心底或多或少地浮现出了圣人斗法的片段。李长寿心底所见，那英俊潇洒的青年道者，左手背负在身后，右手并起剑指，面容带笑，神采飞扬，指尖点出剑气8万里，斩断虚空，搅动风云，让虚空边缘的混沌气息不断的崩碎。而一直被人暗中吐槽的第6圣人准提道人，此刻现出6丈高的金身，背后手臂一时之间数之不清，周遭浮现出道道幻影，加持神杵、七宝妙术等重宝左右上阵，一时之间，准提圣人竟只是被剑气给压着打，没直接被破，将通天教主打出的攻势尽数接下。玩笑归玩笑，圣人之威确实是非同寻常。2位圣人之战，天地之间何其少见，怕是自上古6圣接连归位之后，第一次在众生感知范围内爆发此等大战。
这两位圣人极快地冲出虚空，远离洪荒天地，对洪荒的冲击迅速衰退。李长寿感受着这般大道波动，当真觉得自己就如同狂浪翻涌的海面上那艘随波逐流的小破船。还好云霄仙子及时走来，他用自身道运替李长寿分担了大半的压力，而赵公明、多宝道人、玉鼎真人、金灵圣母此刻也是纷纷出手，为他们一行9仙增加了多重防护。明明境界比李长寿高不了多少的太乙真人，默默地走到玉鼎真人身旁，看脸被云霄仙子护持的李长寿，叹道：“不如啊，始终是不如。”玉鼎真人露出少许温和的笑意，端着铜镜迈步走去了李长寿身侧，与其他各位高手一同商议。被撇在一旁的太乙真人满头的黑线，多宝道人笑道：“师尊不用法宝，当真是吃亏了些。”金灵圣母淡然道：“放心，师尊并非托大。”黄龙真人的目中满是感慨，负手叹道：“这般光影也就远古时偶尔出现吧，不曾想现在还能见到。”李长寿自不会忘记此时的大事，接过一枚铜镜，对其内继续现场讲解。各位看到了，此时已经爆发了圣人大战，接下来的局势走向只能等圣人战罢回返。因此地是在血海之下，要维持这般法器需要消耗大量仙力。我暂时将此物关掉，待必要时再与各位分享。有关香火神国之变，比我想的要短了许多，他们全然没有做辩解的准备，仗势欺人的意图再明显不过。西方教何至于傲慢至此？我是天庭记录员李长庚，带你一起见证洪荒历史，做一个尽职快乐的先生。稍后再见。言罢，李长寿将铜镜禁制封了。那一声叹息在天庭各处回响，天庭上上下下，从天门到瑶池，从水神府到天人国度，都开始了热切的讨论。圣人大战，香火神国之变，第2轮回，太乙的嘴。水神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竟然在忙这么多的大事，为了天地稳定奔波操劳。尤其是卞庄感触最深，之前对水神选中他们天涯阁作为反西方仙道联盟的桥头堡，多多少少有些恶意的揣测。或许水神看中了他们天涯阁的环境，与独大能吕月在那儿常住，一是为了公事，二是为了嘿嘿嘿。但是现在卞庄突然发现，他跟水神之间的差距非境界、非修为、非眼界的高低，生命层次都无比的悬殊啊。倒是经过稳字经熏陶的敖乙，此时已经开始思索，自家教主哥哥开这一次直播，其中藏着多少层深意。敖乙只能想到第5层，但他觉得自己看到的远远不够。凌霄宝殿中，玉帝在玉案前来回踱步，下方的木工和其他几位正神都只是低头不敢说话。玉帝的化身擎天柱此时已经去了水神府，想问问有没有是他这个天帝能够帮上的，但是李长寿并未主动相见。玉帝也怕让李长寿分神，从而影响到那边的大事，犹豫了一阵儿，终究没有让化身去打扰，等自己的长庚爱卿主动求援。且说回血海之下，以李长寿为中心的9大高手此时已经盘坐了下来，静待圣人大战出结果。那群西方教的圣人弟子暗藏的高手都护在了轮回塔之前。虽然通天教主斩断了轮回塔与天道之间的关联，但是刚刚准提出手也算是护住了轮回塔本身。圣人法相抬手那一下呢，并非是抓空了。多宝道人笑道：“长庚，你此前为何不直接骂够3个时辰？”师妹莫怪啊，为兄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，就是盼你们能和和美美。多谢师兄。李长寿大大方方地回应了一声，又看了眼身旁的云霄仙子，两个人的目光只是轻轻触碰就连忙挪开。云霄看似是淡定无比，实际上坐姿已经是有一些不太放松了。李长寿叹道：“他们并无招架之力。
是就是这般事，很难骂够时辰的。黄龙真人纳闷，长庚，你何时收集来的这般多的证据？在月宫任职那10年，玉帝陛下当时是在惩罚他下凡历劫时我在旁相助之事，让我做了300嫦娥总教习。我左右无事，就让化身游历了一番3000世界。云霄深以为然地点点头，轻声道：你喜谋算，善算计，这般在一处久待着，也确实为难你了。一旁的赵公明嗤的一笑，扭头做抚须状。太乙真人嘀咕道：现在你刚才这话认真的？云霄有些不明所以。李长寿淡定地回了一句：心有样，则目有样；心无邪念，则目无邪念。贫道不过一俗人，嘿嘿，当真佩服师弟你这份定力。是师弟对师兄更钦佩一些，一句话顶我半天口舌。哎，莫提了。太乙真人抬手揉揉眉心，叹道：也不知是被节约影响了，还是怎么？今日这嘴比心念都要快了几分。神通否？自非神通。哎呀，经常有看不过眼之事，又没办法直言直语，就会琢磨如何讽刺啊，久而久之呢，也就有了这般说话的技艺。嘿嘿，太乙师弟，为兄可否考考你？太乙真人不由端坐起来，输人不输阵，问到他的本命领域，自是不能够怯场的。他代表的可是阐教2代弟子的形象，虽然阐教众弟子或许并不想被他给代表。多宝道人笑道：咱们就当玩笑话语，考教太乙师弟你的真才实学啊。这般，师弟，你若用一句话让贫道觉得特别憋闷，贫道就送师弟一件特别适用的灵宝，如何？太乙真人皱眉，听师兄这般一问，突然就觉得修为境界高低与自身灵智高低当真没什么关联，哪有找骂还给灵宝的？多宝道人脸一黑，随后便笑骂一声，在袖中取出了一只木梭子，用仙力推给太乙。太乙真人连忙拒绝：哎，师兄，我并未答应这般事。多宝道人脸顿时更黑了一些，就当是为师弟你此前对圣人的那2句话。太乙真人还要推辞，李长寿淡定地将梭子半路截胡塞到了太乙真人的手中，再说下去只怕是真要打起来了。李长寿笑道：太乙师兄，这个梭子你当真是要好生祭奠。太乙真人嘴角轻轻抽搐，低声骂道：你这家伙要我来此地，定是不怀好意。事关重大，我只是将我信得过的高手都邀来罢了。师兄你莫要误会了，虽然请你的时候也有过其他考虑，但绝对不是因为主要想请玉鼎师兄。太乙真人眼睛一瞪，隔着孔轩作势要打。李长寿轻笑几声，假装朝着侧旁闪躲，趁机离着云霄仙子更近了一丢丢。此地的聊天氛围被李长寿迅速给带了起来，就连调息准备大战的金灵圣母都睁开了双目加入了话题。与他们这边相比啊，西方教众弟子却是愁云惨淡，不少人聚在一块儿一起商量对策。地藏和地听的身影略显孤单，他们就在轮回塔下待着，无人问候，也无人招呼他们一同过去商议什么。眼见这般情形，道门这边也开始聊起这对主仆。多宝道人问：长庚，你屡次针对那西方教地藏，为何不找机会打杀了他？李长寿沉吟几声，对其他8个人传声：他行事也算是小心，一直不给我出手的机会。更何况地藏此人与我不过是立场相对，我与他也并无深仇大恨。比起他，我更想除掉他的坐骑。哎，那地听不是都快着当着地藏的面被你骑上了吗？不过是地听感受到了我的杀意罢了。稳妥起见，稍后哪怕不杀他，也要找机会逼着地听立下大道誓言，或者是将地听的神通废掉。我听老白说过，这地听啊挺识时务的，不必有限。现如今咱们道门正得势，但不可不防，他日或有失势之时。众道门弟子或多或少都被这句话给触动，各自目露几分思索。
孔宣笑道：“有长哥你在，难。”李长寿此时的笑容故意显得有些勉强，他低头轻叹了一声，闭目凝神，破天荒没有回话。孔宣都不由有些怀疑他是否说错了什么，于是多宝他们思索得更深了一些。圣人斗法的余韵接连不断，不用法宝的通天教主似已将准提道人完全压制住，但是一时之间也无法直接分出胜负。云霄扭头看脸李长寿那略带无奈的侧脸，抬手在他的手背上轻轻一点，而后就收了回去。这表示他已经想通了此间关键，而这也是今日李长寿请这几位阐劫高手来此地的第二大原因。大劫降临，西方教已显败势，因李长寿不断的周旋，天庭与道门关系越发密切，天帝对道门弟子并无太多怪罪，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哪怕他们道门灭了西方教，将西方教圣人弟子尽数填作劫灰，能否化掉大劫？李长寿推算过，按自己所知的原本封神故事中截教的惨状，得出的结论是不能。道门总要有大教弟子去做劫灰，去散掉修为，做封神榜的傀儡。正如当日玉鼎真人在安水城海神庙后堂中的高论，阐劫两教，以人教气运立教，却并未做太多教化人族之事，尤以截教为重。而截教还没有镇压教运的宝物，通天教主成道所用的清平剑，红军道祖赐下的诛仙四剑与诛仙剑阵图，都是杀伐之宝，无法做镇压教运之用。